我的梳妆镜可以预测未来，可是他却告诉我，未来我为了和太子在一起，绝食相逼。他一句说要防守图，我不惜害死二姐，重伤姐夫，爹娘气得要清理门户。大哥也为了救我丢了半条命，一世高傲的他瘫在床上，却也没有说我半句不对。直到太子登基为帝，在我家里挖出私通他国的罪证，诛九族，连我也死了。猛然惊醒，我正坐在梳妆台前。小姐，太子殿下欺人太甚了，说好的封您为后，封后的正旨却送到了王家，接皇后的马车已经进宫了。新皇登基前曾答应我，只要我全家倾尽全力扶持他上位，就昭告天下封我为后。为此，我爹给他出权，我妈给他出钱，我哥作为他的心腹，更替他上场杀敌，连先帝驾崩前都留下一封遗诏，让他不得反悔。但赵承安不惜违抗圣旨，也要封他的青梅侄米为后。当初先皇让我家扶持时，口口声声说的可是皇后正妻，如今先皇死了，新皇不认账了，这是。我爹压根儿不管那些门客怎么劝，铁了心要辞官。我娘当众说以后不施粥了，铺子也要关张。我哥更是在议政殿上当着文武百官的面交出兵权，说要辞官。我能让他上去，自然也能让他下来。爹娘呢？走了1个时辰了，妈嚷嚷着要关铺子，爹嚷嚷着要辞官，还说要全家搬走。我也辞官去。那个卸磨杀驴的新帝能答应吗？我把刀架他脖子上，做得里修口杀的人，让我看他答不答听。赵承安啊，赵承安，你说你惹他们干什么？圣旨到。告诉赵承安，我妹妹绝不做妾，你只管回她就是。这不太好吧？具体的情形，我是听贴身丫鬟小翠说的。新皇气得够呛，还说大少爷这是要反了天啦。我嗑着瓜子说，我大哥要反早反了，不知好歹的蠢货。确实是不知好歹的蠢货。云生骂得对。太后娘娘怎么来了？小翠，去清茶来。不必这么麻烦，哀家过来主要是想让云生帮帮忙，劝劝陆大人和陆夫人。他们要是甩手不干了，这不得乱套了吗？小翠被太后带来的侍卫拦在外头，急得直跺脚。我给她递了个眼神，让她别慌。新皇才登基，方方面面都还没磨合好，这个时候撒手走人，是不是有点不仗义了呢？收回目光，手指在桌上轻轻敲击着。太后这话说的是新皇自己没兑现当年的承诺吧？太后也别忘了，我们家愿意帮赵承安，就是看在那承诺的份上。抗旨不遵，可是要杀头的。他赵承安敢砍我陆家的脑袋吗？还是太后您敢？3年前那场桃花宴上，你给我下药，不就是想让我跟太子生米煮成熟饭，好拿捏我陆家吗？可惜啊，我被我哥救走了，你没得逞。太后娘娘，这事儿我从来没跟家里人提过。你猜，我要是说了，不说我爹喵了，就说我在宋国当皇后的姐姐要是知道了，那个拿我姐姐当命根子的宋国国君，会不会带着兵马踏平你这不堪一击的城墙啊？放肆！陆云生，你这是大逆不道，放肆！容我放肆？我也放肆了这么多回了，还差这一回吗？小翠，送客。我就不信赵国离了你们还转不了了。我正想让小翠给我拎壶冷酒来，屏风后面冒出3个脑袋。你刚才说的那些话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当时没查清楚吗？你不是说你只是身子不舒服吗？没事，就是折腾了一宿而已。他们一听我故意说轻了，安慰他们，更心疼了。我也有些无奈，总不能说幸好身边有个医术高明的人，不然我除了跟男人苟通，就只能等死了吧。之后就是吃饭，忙活了一天的家人特别有默契的在饭桌上埋头干饭，都是爹给夹1筷子，娘给夹1筷子，大哥还时不时补上2筷子。我本来没那么饿，硬是吃的比他们还多。我也看得出来，他们这是在心疼我，但是真没必要。我对赵承安又没什么感情，不如换个地方，就当散散心了。我赞成，我娘的生意遍布各国，别的皇帝都巴不得从我娘手里分一杯羹，都把我娘奉为座上宾。可惜了，赵承阳眼瞎不识货。只是我没想到，就在我们打算离开的前一天，皇帝突然召我进宫。不去，谁知道他又憋什么坏水呢？陆元州要带宁人去来过正堂。传旨的太监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，我眼神一动。行，
我去。大哥拉住我，我给了他一个放心的眼神，衣裳都没换，大摇大摆地跟着进了宫。进了皇宫，到了御花园，一群人把我堵住了，莺莺燕燕的，看着都跟我差不多年纪，有些我还认识。哟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陆云生吗？怎么，没人要了？进皇宫求皇上赏你个大成当当？可不是谁都有皇后这福气，新帝登基当天就住进中宫了。热江天皇宫以后就出向来脚的婉柔，皇上可真是爱惨了娘娘呢。就是，我还听说皇上都快把国库搬空了，就是觉得太仓促了，委屈了皇后娘娘呢。哎呀，只怕有些人嫉妒都来不及呢。真惨，国库都搬空了，我娘给我铺子，我搬个10年都搬不空。我还得去见皇帝，各位小姐们陪皇后慢慢阴阳怪气吧，告辞了。没得到他们想要的反应，反而被我怼得说不出话，一个个气得脸通红。我端着温良贤淑的架子，挂着单纯无害的表情，就算说着阴阳怪气的话，也让他们挑不出毛病来。偏偏这副面子更气人。云生，你可算来了！你看大内现在都快揭不开锅了，你让你娘……皇上，您没清点过内库吗？我方才还听说您为了新皇后一掷千金呢，怎么会揭不开锅呢？您可真会说笑。一句话就把他要钱的路给堵死了，看他脸色一阵青一阵紫的，真是痛快。云生，你变了。你以前明明很听话的，也能体谅朕的难处，为什么现在变了？皇上，我想你应该很清楚，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你答应那件事的基础上的。你要是没说过立后那话，笑死！哪个冤大豆会给你铺路？说的直白点儿，我爹娘都是在给我后半辈子的荣华福位铺路。云生，我能理解你不甘心，但这是我深思熟虑过的。陆家势力太大，再坐上皇后之位，恐怕会有人说功高债主，要参你们一本。这是拐着弯往我们家头上扣屎盆子呢，这锅我们家可不背。功高盖主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们家仗着势力大，天天干缺德事儿呢。但凡长眼睛的都看得见，我陆家不图名不图利，每天还施粥建慈幼院，这才让你从一堆皇子里头冒不出头来。再说了，看不惯的恐怕只有皇后的娘家人吧，钱没我们家多，官没我们家大，我还是民心所向的皇后，除了她也没别人看不惯了吧。陆云生，你放肆！赵承安，我耳朵要被你震坏了，你如今这国库可赔不起。皇宫外面马车停着的地方围了一堆人，看穿戴是一群贵女，隐约间我听到小翠最呜咽的声音。给我长开个嘴！我姐姐可是王后，得罪了我，你几个脑袋够掉的。一个不听话的贱妇而已，我想弄死就弄死，谁敢治我的罪？哟，这是谁啊？这不是贵妃陆云生吗？怎么，我教训人也敢管？既然你替我教训了丫鬟，那肯定有惊喜给你，就在今晚，希望你喜欢。废物，回家。下午，王婉柔酸她姐姐是王后的闲话，就传遍了整个京城。王家大门紧闭不出来，听线人说，王后娘娘派了贴身侍女回来，狠狠扇了王婉柔几巴掌，还让她跪祠堂跪3天3夜。哎呀，这不一不小心，我跟丫鬟说漏了嘴，丫鬟又跟别人说漏了嘴，没过多久，王后善妒的名声就传开了。与此同时，还有另一桩传言悄悄冒了出来。查
茶馆里头，一个说书先生当着众人的面说：“新进宫那位会巫蛊之术，会迷住新王的心。”真的假的？你这胡说可是要掉脑袋的！我怎么胡说了？我就来自西域，我就在西域见过他。你们怕是忘了，那位之前可是失踪过一阵子，回来没多久就直接去了呢。巫蛊之术，所有人都怕的武术，这是不祥之兆。瞬间人群就炸了锅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每个人添油加醋几句，谣言就一发不可收拾，闹得京城人心惶惶的。团开的当晚，一群大臣就涌进皇宫见见，整个皇宫都笼罩着低气压。去王后的寝宫查查，有没有一查便知。新王信誓旦旦的准备一雪前耻，结果还真挖出来一个巫蛊娃娃，上面还写着皇帝的生辰八字，没想到是真的。新王急火攻心，一口血喷出来，连夜叫太医。而王婉清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倒地不起，查不出毛病，好像坐实了巫蛊的事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高兴的连扒了2碗饭，直呼痛快。太下饭了，太下饭了！慢点吃，一会儿噎着。爹娘则一脸宠溺地看着我，没数落我半句。第二天，一道恶心的懿旨就到了府上。陆小姐，皇太后召您进宫，您快跟咱家去吧。我还在睡梦里就被拽起来了。到了前厅，爹娘跟大太监已经剑拔弩张了。今天圣旨，明天懿旨，干什么他们想干什么，故意恶心我们家不成？陆公子，这是哪里的话？皇太后最是仁慈了，而且拒旨可是要诛9族的。哼，拒了那么多次，他敢诛吗？皇太后生病，为皇太后娘娘侍疾，这可是荣耀。她皇宫里别的女眷都死绝了吗？轮到跟皇宫有过节的我女儿去宫里侍疾？荣耀个屁！他这是作践人，谁不知道我家云生体弱多病？你们皇家真有意思，坑了我们几个大人不说，现在连我女儿都要害死。我党之大人就是个国之灵了。没事的，我去就是了。女儿希望爹娘和大哥好好的，女儿就算是死在皇宫，也不可惜。皇太后没有这么想啊，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到底还是没进宫。我爹娘收拾东西，丫鬟在门口哭诉：这个世道，忠心耿耿的人要被逼得远走他乡，这算什么？我们一家人被逼走了，动静闹得挺大，但东西都藏在了密室里，就简单收拾了些衣裳什么的，主要还是得喊冤。一家子人也就收拾出3箱东西，其中2箱是衣裳。听到动静，爹爹的门客赶来拦着。我女儿陆云生是我们一家人捧在手心里的心头肉，那皇家竟然这么作践她，当我们家没脾气不成？罢了，好人没好报，算我们眼瞎。一位跟我爹交情深的苏大人径直打开3个箱子，翻了翻，2箱确实是衣裳，还有1箱只有些零碎的书画笔墨，以及一叠数额不大的银票。苏大人气得浑身发抖。正巧就在这时，一辆马车悠悠停下，一只精致的手掀开帘子，随后探出身子，从马车上跳了下来。我看到那张脸，心跳不由自主地快了一拍。我没死，被人救了。我在回京的路上遇到一个人，就结伴把他带回来了。马车里又钻出一个女子，穿着红色劲装，比我高出半个头，脸上带着冷意。姐，他们都欺负我，他们欺负我！二姐回来给你撑腰了。大臣们一个个脸色难看，立刻告辞，纷纷直奔皇宫。我们家的人出了名的护短，尤其是我二姐。以前有个人造谣，说我小小年纪就爬了太子的床，又拿这个要挟太子，才有了婚约。当天晚上，那家人就失了火，所有人都逃出来了，只有那个人被绑在床上活活烧死了。他们也不敢声张，借口说失火，但还是有些人知道那是二姐干的。
而我二姐嫁给了宋国国君，那国君爱她爱得死去活来，整个后宫就我姐姐一个人。我不过嫁出去8年，竟让他们都忘了我，看来确实该好好收拾收拾了。我姐姐在宋国的地位举足轻重，她只要知会一声，那个恋爱脑的宋国国君打赵国也不是不可能。二姐晚上就约了以前的好姐妹去酒楼，打听了确切的消息后，又让十公主5天后办赏花宴，把王后请去。十公主一摊手，皇上倒了，王后昏迷不醒，皇太后更是刚找了借口生病，这时候办是不是不太好？这是我都不舍得用的好药，给他们仨用上。为了打脸，二姐也是豁出去了。我在隔壁包厢听得真的。陆云生，我请你来不是听八卦的。刚才听得太入神，把五皇子给忘了。我轻咳一声，有些不好意思地摸了摸鼻子。那有什么事吗？救命之恩，按理说该以身相许，不知陆小姐意下如何？我暂时没有嫁人的打算。这还用问？我磨了磨牙。我猜也是，在下京城没地方住，陆小姐愿意收留在下些日子吗？那嫁人就暂时免了。行。说完，看见他得逞的笑意，我才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上当了，怎么什么好事都让他占了？大丈夫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可不能反悔。我没好气的在桌下踩了他2脚解气，他也不疼，反而笑得更开心了。十公主的赏花宴没办成，中秋宫宴先来了。今年是皇帝登基的头1年，赵承安下令办的奢华些。这不是挺有钱的吗？装什么穷酸？就是，这不就是看云生好说话欺负他吗？二姐轻笑一声，眼底酝酿着风暴。有二姐在，我就彻底放下心来。抱着糕点团在贵妃榻上吃得欢坏，陆府陆氏每年吐出一种奇特的家庭安全感。一声轻笑，我抬头望向是不知何时来的五皇子，他正坐在我的对面，眼睛里斜着言语。我立马把腿放下，脸上飘忽2抹红晕。五皇子好。陆小姐怎么一觉醒来还见外甥了？听到这话，数钱的老娘放下了银子，酝酿复仇大计的二姐坐直了身子，眼神在我和五皇子面前来回扫视，大厅气氛瞬间冷凝。陆云生缩在榻边，赵景恒则泰然自若，二姐的目光在2人之间疯狂移动。陆云生，你俩什么情况？我们2个什么都没有。你紧张什么？也没什么，也就是昨天惹恼了陆小姐，踩了我好几脚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是吗？是。我藏在袖子下的2只手不断地交着，有点紧张。二姐把视线转移到了五皇子那里。五皇子，宫宴你可要去？不去，他又没请我去做事。二姐眼底闪过锋锐的光芒。五皇子失踪许久，好不容易回来，皇帝竟然这般善妒，竟小气不邀五皇子参加宫宴。毕竟父皇还在世时，更加看好我。五皇子颇为赞同的点头。五皇子要是无碍，恐怕陆家扶持的指点江山的霸气，也让宏伟的陆府大厅显得就是五皇子了。五皇子摇了摇头，眼眸看向我时带着我看不懂的情绪，反正看得我红了脸，错开了视线。我不需要陆家扶持，我自己便可以。五皇子没死前经常亲征，无所不往，几年下来不曾输过一次，排兵布阵更是让那群老将甘拜下风。先皇更是把军权给了他，没有皇子能亲自掌握兵权，但他就可以。先皇把所有的偏爱都给了他，直至一次意外，他出门微服私巡被刺杀。当时带的人不多，遇上对面足足有几百人的杀手，且实力并不弱，他即便武功再强，也耗不过他们。最后他跌落了悬崖，悬崖下是我家的一处田地，种满了我喜爱的花草。那日我正逃出来松口气，在花草里打滚，浑身是血的五皇子擦着我摔倒在地上，奄奄一息，给我吓了一跳。看清楚人后，立刻把二姐给我的救命单塞给了他，又立刻召集暗卫处理痕迹，带着五皇子藏进了暗室。那群杀手搜查了我的院子好几次，没有发现，最后在不远处虎窝里发现一些残肢碎片，还有被撕碎五皇子衣服以及玉佩。杀手这才回去交任务。五皇子昏迷了1个月，还好那暗室是我经常用来躲二姐揍我的，里面的床榻吃食什么的应有尽有。五皇子躺得还算舒坦，就是时不时往外跑，又挨了二姐的训。我跟娘亲说，五皇子有实力又好看，而且你不是颜控吗？他又喜欢你，简直就是天作之合。干脆你俩成亲好了。我才不要嫁给他！一听这话，
我立刻急了。我才没有喜欢他，我还有事，先走了。五皇子待不下去了，起身就往外走，步子很急，快要跑似的，而且路过门槛的时候也没看，被绊了个踉跄。二姐，你看他好憨。二姐敷衍的哼哼2声，算是附和，但那双眼睛滴溜溜的转着，以我经验来，准是在想着什么坏主意。就是这次倒霉的可能是我了，我又笑不出来了。宫宴，我们家依旧在之前的位置上，倒是王家往前面挪了挪，甚至挪到我们之前。那王婉柔得意洋洋地对我挑眉炫耀，陆云生，你也不过如此。二姐，怎么好像有狗在叫？这种狗剁碎了丢到粪坑里才算去了晦气。罢了，不说这晦气东西。二姐夹了一筷子的鱼给我，你最爱吃这个了。我嘿嘿跟二姐道谢，王婉柔哪里忍得了这份委屈，阴阳怪气。嫁出去的女儿天天往家里跑，不知羞耻。刚刚还热闹的大厅，这句话一出，瞬间落针可闻。二姐握着酒杯的手一顿，眼神瞬间变得冰冷，杀气蔓延。怎么，我说的不对吗？她一个嫁到他国的，还天天往回跑，难道不是想窃取什么机密，和陆家里应外合攻打赵国吗？怪不得陆家最近悄无声息的，原来是怕被发现，这藏着呢。王婉柔，我陆家若是有反了的心，你觉得还会有新皇的存在吗？我二姐擦了擦打他巴掌的手，眼底闪过一丝厌恶。而且我陆家就算胆子再大，也不敢下巫术啊，倒是你王家才叫胆大呢。听闻那巫蛊娃娃刚被拿出来，皇帝和皇后就都晕了。天哪，要不是我宋国疗伤圣药，恐怕你们还晕着呢吧？那还能办这个宫宴？你们还真是以怨报德。我赵国的事儿，好像还轮不到宋国皇后来管吧？自然轮不到宋国皇后管，但我现在是陆云生的姐姐，自然就能管了。二姐的毒舌，我的最爱，安全感倍增。我吃饭的动作更加欢阔了，看，被怼得说不出话了吧？陆云生的姐姐，既然如此，你刚刚为何不行跪拜大礼？是目无皇帝吗？定是陆大小姐许久不回京，忘了这事儿了。婉柔，不得无礼。先皇说了，我陆家一家对任何人都可以免了跪拜大礼，难不成王家是想不认先皇的话，还是新皇不认？新皇不认倒是能理解，毕竟又不是第一次了。不过王家也可能是单纯的不知道，毕竟嫁给新皇前，王家的官职也不高。说这话时，在场的都是3品以上官员，也能理解。辩着发说着王家是仗着王婉清才升的官职，更在说王家之前一无是处，连旁听的资格都没有。听到这里，我忍不住为二姐拍手鼓掌。不少来的老臣脸色更加难看地望着先皇。既然不欢迎我陆家，那下次新皇不必给我陆家下请帖了，免得来皇宫受这一遭。二姐拉起我，甚至一脚踹翻了面前的小桌，杯子碗闪洒了一地。新皇，宰相肚里能撑船，你这皇帝肚量应该再大些。五皇子回京多日，昔日府邸不肯还也就罢了，连宫宴都不邀请。五皇子还真冤呢，要是没那一档子事儿，以后还真说不定呢。留下一句让人面面相觑的话，便领着我一路畅通无阻地出了宫。上了马车，我瘫到车子上，松了一口气，太解气了。陆云生，很快又有热闹看了。怎么说？你姐夫追过来了，听闻边境拦着呢，好像起了摩擦。姐夫没事吧？当然没事，不过边境如今无大将无领头，估计用不了多久就又会求上门来了。国家被宋国吞噬的七七八八，而赵国能平安无恙，全靠我陆家。一个是二姐这个心尖尖，一个是我大哥这个至交好友。当初还是大哥有礼时，意外跟姐夫相识，后来才认识的二姐，可谓是一见钟情，随后便开展猛烈的追求。拐走了二姐，大哥还郁闷了好一段时间。我拿你当兄弟，你竟然觊觎我妹妹！姐，我想吃宋国的荔枝。陆二姐，我还是要给你多文书还能吃。好，我这就去给你姐夫去信，让你带点来。什么？王兴业被封为骠骑大将军？王兴业，那个贪生怕死，整天在烟花之地流连防反的王兴业。王家那个病秧子，这会儿恐怕已经吓得尿裤子了吧？虽然烂泥扶不上墙，但他好像连块烂泥也不配。是的，二小姐。他该不会还以为这只是小摩擦，让王家去镀金吧？之前跟宋国确实偶尔有些冲突，有我大哥在，一般不会有什么问题。估计也是这样，才会让赵承言放松警惕，认知浅薄，随便就派个人。但这次姐夫御驾亲征，赵国也刻薄我陆家，没人在中间调和，这行径无异于是找死。皇帝恐怕承受不住压力，要废了王婉清。不会的，他身边有我的人，我不让他废，
他就废不了。二姐总是一副运筹帷幄的样子，好像今天之事尽在她的掌握之中。这世道若善待女子，允许女子可考，恐怕整个赵国已经尽在二姐的掌握之中。五皇子呢？他怎么没来？这话跳得太大，我一时间没跟上。二姐意味深长地看着我，似乎已经知道了那件事。我低头吃着饭，装啥也不知道。我那阵还看见五皇子和一个女子出门了，好像是五皇子曾经预定的未婚妻。未婚妻？白芷？他跟白芷出去了？联合王婉庆从小到大没少抢我的东西。苏锦曾经跟我表露过心意，被白芷知道后，不出3日，苏锦对我再也没有好脸色。我去让人调查过，是白氏做的，因为他嫉妒。从那以后，我就对男子避嫌避得更重了。我放下筷子，慌乱地跑出了门，正好撞上回来的五皇子，撞了个满怀。退出去后，才看见他身侧的白芷。我一把拽住五皇子往身后藏，指着白芷红了眼眶：“白芷，你又想做什么？”我做什么？我自然是把你之前做的那些事儿都一一5一10告诉了五皇子了。别忘了我说的话。怎么这么生气？哎，你凑什么热闹？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小妹吃醋了，这是好事儿，不然他们俩这撅嘴葫芦什么能开口啊？我陆云生从来没做过坏事，那白芷就是嫉妒我，你千万别信他的话。不行，有问题要解决。他跟你说了什么？我要跟你解释清楚。我知道。他说你喜欢我很久了，要不是他家从中插一脚，当年婚制定下来的就是你。还有呢？还说他如今也已经有了心仪之人，他找我是来商议退婚约的，毕竟他也老大不小了，等不起了。还说我失踪的这几年，你虽然看起来是赵承安的未婚妻，但一旦有人说我的坏话，你第一时间就会上去揍人。美其名曰是护着皇家颜面，但他总觉得你是在公报私仇。白芷，你怎么背着我偷偷改邪归正了？冲动真是不可取，不可取啊！这下怎么办？脸热得厉害。那个，我还有事，我还没吃饱，你自己去玩吧。突然没了底气，我脚步匆乱地推开门要跑，一只脚正要迈出去，整个人突然一个腾空，五皇子一脚踹关门，将我往椅子上一按，突如其来的靠近。陆云生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忘记我怎么出的房间，只记得五皇子的那张脸，诱惑得我支支吾吾把老底交代了个底朝天。我10岁那年，因为贪玩跑到了山上，却因为疏忽摔进了一个捕猎的坑。当时五皇子也是气性大，比我大3岁。先帝催他相看合适之人，他不愿意，便一个人跑到城外散心，正巧救了我。我永远也忘不掉他将满身是血的我从坑里抱了出来，身上裹着他的衣裳，一路飞奔到他城外的别院里。别走！依稀记得自己还发着高烧，拽着那救命恩人就不肯让他走。等再次清醒是3天后了，他愣是请了3天的假，陪了我3天。醒来时的第一句，他说的是：“你这小丫头好大的力气，拽得我怎么也弄不开。”后来我跟五皇子学，他哼哼着说：“哪里是拽不开，我分明是舍不得。我看到你的第一眼，就觉得你又小又可怜，于心不忍。后来不知为何，又觉得你很可爱，舍不得走，便纵着自己的性子，陪了你3日。只记得那日起，一颗暗恋的种子悄无声息地埋下。以后的几年，时常见到五皇子，直到他意外去世，我查出罪魁祸首，便有了以后的计划。小姐，二小姐让我来提醒您一下，别太放肆。毕竟还没嫁人，要收敛点。后面的话声音越来越低，咯吱，砰！小翠傻眼地看着被丢出来的五皇子，幽怨地望着他自己，缩了缩脖子，望着天，
装作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。五皇子气笑离开了。1个时辰后，我挨不住饿，让小翠偷偷去厨房拿了点吃的，在屋里开小灶偷吃时，皇宫派人来要百年人参，原因是王星夜危在旦夕，需要百年人参吊命。我爹气笑了。什么？你再跟我说一遍，你要什么百年人参？给谁？给那个临阵脱逃的畜生！你们要不要脸？什么东西都抢，他王家是劫匪吗？什么惦记，什么都想要。我陆家被你们都吸血吸光了，想要人参？没有。百年人参是陆家祖传的宝贝，我们自己都不舍得用，珍存着，小心翼翼的供着，这是救命的东西。结果皇帝上来就要，还想要一整根，做梦！皇帝大怒，派御林军来我陆家强行搜查。这有凑热闹的地方，怎么会少得了我？肘子都不肯了。我匆匆忙忙就去了门口，双方火把相望，屋外已经被御林军围住。我爹娘、大哥、二姐都在门口，对方是御林军总管，一脸愁容。陆大人，你也别为难我，我也不想的呀。可是皇帝指定要的呀。这御林军总管拎了个下属，让他回宫禀报。陆家离皇宫不远，一来一回也用不了多少时间。那下属颤颤巍巍地说：“皇上说啥你就说呀！皇上说，如果陆家抗旨，那就格杀勿论。”此话一出，陆家跟皇室彻底闹掰。总管一咬牙：“罢了，我只希望陆大人看在曾为同窗的份上，莫要为难我的家人。”说完，长剑提起，对准自己的脖子，正要自刎，被二姐拦住：“麻烦在此通传，如果想要人参，让皇帝皇后一起来陆家，则陆家会清算曾经对皇帝的支援，以及按了手印的欠条。再者，我陆家可有尚方宝剑，上斩昏臣，下斩昏君。”最后4个字咬得特别准。五皇子这时出现，露出身形。我跟你一起回去。五皇子，您……我跟你一起回去。我悄悄地上前，拽住了二姐的小手指，担心。二姐给了我一个安心的眼神。很快，御林军接到信号，全部撤退。次日，五皇子府邸重新落到他的手里，并且封了官职，摄政王。听我爹说，赵承安的脸色那一大早就没好过。五皇子还当众训斥他违背先帝的教训，忤逆不孝，帽子扣了一个又一个，文官武官都快把他的鼻子骂歪了。我笑得前仰后合。那王星夜呢？怎么处理的？我爹听到这个，罕见的沉默了下。王婉清将他保了下来，只不过贬职，罚俸3年，闭门思过5个月。闭门思过5个月，这是给王星夜养伤的吧？那些武官气得集体上表辞呈。还是摄政王出来稳住局面，直接让人把王星夜抓进上朝的大殿，将他射杀，才平息了武官的怒火。毕竟摄政王曾经跟他们出生入死，他们是认摄政王的。就是皇上当场气晕过去，听闻现在还昏迷不醒呢。摄政王在朝堂上铁血手腕，将朝堂稳住，并且建议向宋国议和。我不同意。如今咱们兵心涣散，兵马也不足宋国的1/10，而我们的将士还在浴血奋战，城池已经丢失大半。若讲和，送出他们想要的东西，或许还能苟延残喘一段时间。如果皇帝执意拒绝抵抗到底，宋国攻打过来最多也就数日，这数日后黎民百姓的安危，皇帝你可有想过？我不同意，我不同意！只要我不同意，你就别想议和。赵承安气得退朝都不说了，直接拂袖而去。这大概是最短的继位皇帝了。砰！好似是重物踹翻到地上的声音，一众元老纷纷摇头。我在家里看着新到的画本，是《娇气王爷霸道妻》，题材引人注目，看得我不知不觉半天多就过去了。小兔突然闯了进来，脸色惨白的可怕，整个人控制不住的手抖，身上还沾了丝丝的血迹。
谁出事了？声音带着一丝我自己都不曾察觉的发颤。是摄政王！我刚刚出去采买，看到摄政王的贴身小厮奄奄一息的爬着要去医馆。小厮说是摄政王中了毒，快没命了。他刚出门就被刺杀，这是有人要摄政王的命。匆忙的起身，带倒了身侧的茶杯。我踉跄的起身，抓住小翠，控制自己不要发抖。那摄政王怎么样了？二小姐已经带人去了，小姐你别慌，摄政王一定没事的。小翠紧张地握住我的手，我反握住，强撑着自己的身体不软下去。对，没事的。可是刚走了2步，喉咙里涌起一股血腥味，红色的血迹从嘴角顺着下颌滴落在了地上，眼前一阵阵在发晕。小姐，来人呐，快来人！小姐吐血了！我想拉住小翠，一张口，血喷了出来，身体摔落在了地上，彻底昏死过去。我做了个很长很复杂的梦，梦到一个老爷爷对我说：“一直向东跑，不要回。”我莫名的信任他，跑了很久，跑得我好累，跑得我想放弃了。隐约间有一抹光亮，我对着那光亮拼命跑去，光亮越来越大，直至我穿透过它。呼！我猛然惊醒，大口大口的喘气，眼睛瞪得很圆，整个人身体紧绷。陆医生，你终于醒了。二姐一个强力扑报，险些要去我半条命。你吓死我了！你知不知道你自己昏迷了7天7夜？你要吓死我！大哥整个人狼狈沧桑，头发有些凌乱，一点也不像之前一丝自苟的形象。见我醒来，他也红了眼眶。赵承安那个贱东西，他不是作死吗？行，我满足他。二姐眼底闪过狠辣的毒意，让姐夫一路杀过来，直奔京都。我拽了拽二姐的衣袖，担忧地问：“赵景玉呢？他怎么样？”他没中毒，他装的，他是为了迷惑。我松开了衣角，手指钻回了被子里。所以，我这是白着急吐血了。没事的，姐替你听出气了，告诉他老死不相往来，让他不提前说的。二姐也不一定需要那么严重。出息！我拽了拽二姐，姐，赵景魂回来到底有什么目的呢？他看似是为了皇室，可是他又装中毒抹黑他们的名声。他们名声本就烂了，再多再少又何必在意这些？我也不知道。我躺在床榻上理不清这个思绪，总觉得赵景恒似乎瞒了我们什么，但答案肯定在皇城之中。大脑思绪飞速运转，倏地我想到了一件事，答案在皇城。赵景涵那次遇险后不到1个月，他外祖家就被查出谋反，诛9族，连他母亲都没有放过。这件事我怎么给忘了？皇宫外面马车停着的地方围了一堆人，看穿戴是一群贵女。隐约间我听到小翠呜咽的声音。二姐，能不能帮我个忙？有屁就放。我想查查赵景轩外祖父被斩一事。即便消息一绝的二姐查这件事时也遇到了阻碍，好像是有人故意阻止我查一样。我虚弱地靠在床榻上喝粥，听到这个味儿姐，如果屈耀娘抢她在二姐，最近外面有没有什么流言蜚语？有，不知怎的，有人传当今皇上赵承安不是先皇的血脉，是不知名的野种。二姐说到这个也觉得有几分奇怪。赵承安和先皇长得很像，那就不是不知名的野种，而是先皇平辈的皇兄。现如今还有个老王爷在世，当年太后还是皇后时，为了帮助他登那个后位，老王爷可谓是无所不用其极。那么这一切就通。前天你还在昏迷，有人行刺太后，太后可能受到了惊吓，时而清醒，时而疯疯癫癫的，天天做噩梦。赵承安也不知道是受了什么刺激，脾气变得极差，动不动就摔碗摔花瓶。所有人都不待见他了，罪有应得吧。老王爷的事儿也被抖落了出去，听闻是太后发疯胡言乱语说了出去，还把赵承安不是先帝亲生儿子说了出去。赵承安不是先帝亲生儿子。这一下朝野动荡，但也无法追根究底，也无法跟先皇去滴血验亲。没关系，不还是有老王爷吗？老王爷拒绝，还说自己的名声受到了污蔑。污蔑！他这一辈子只有老王妃一个妻子，没有侍妾。这一下子出了个私生子，他不能接受。这些胡诌的，你们也不怕烂舌沉？我妻子身体本就不好，再乱说，小心本王不留情面。说的有情有义，不出1刻钟就传到了太后耳朵里，自然是添油加醋版本。当时还在太医在，
太医一针下去，太后清醒了很多，又听到了消息，整个人气得浑身发抖，拿起鞭子直奔老王爷那里。让人踹开了门，就要抽老王爷，可真是劲爆！我和二姐偷偷换了一身行头，戴了面纱混迹在人群中，好戏开场了。赵承安就是你的亲儿子，你敢不认？装什么忠贞？谁不知道你背后玩的多花？地下室里恐怕还有你藏的美人吧？老王爷到处躲，他最好名声，不然也不会要立一个独一无二、很罕见的人设。你是不是疯了？你疯了去看病，来我这里撒什么泼？当时睡老娘说要让你的儿子当皇帝时，怎么没见得说我疯？自己没能耐怂，不敢造反，便想着给先皇戴绿帽，是哪条狗口口声声说这样想想都刺激的？叹为观止，周围的群众都看得乐疯了，议论纷纷。你不敢对先皇下手，但是你敢对赵景义下手，你害死莫护国公九族，你还暗中刺杀赵景元，就为了保你儿子。只要去查，我就不信没有一点痕迹。老王爷狠狠地甩了太后一巴掌，这场闹剧至此终结。这话头一出就足够了。赵景言拖着孱弱的身子站在登文谷的地方，一次又一次的有冤情，请皇帝彻查。查什么？查老王爷。新皇不肯，但大臣反对，甚至有大臣要废了新皇。新皇不得不去召老王爷。上朝时，老王爷一副便秘的样子。听闻老王妃直接气血攻心，险些没命。赵景玄直接拿了呈堂公证，请皇上惩治太后、老王爷。儿子大义灭亲，杀亲爹亲娘。赵景玄，你到底想怎么样？你非要逼死我吗？你为什么回来？自从你回来，可有一件好事？你就是个扫把星！你害死了你全家不说，还要坑害我！不敢了，宋国杀过来了。皇帝，听说你最爱记仇，一个不如意就要别人去死，对吗？难道不是殿下一意孤行，欺辱陆家，这才没人为你镇守边境吗？这明明是你咎由自取啊，怎么能怪我呢？不过我也已经能够想象到，那些史书是如何描绘你的，不是暴君，不是明君，而是一团烂泥扶不上墙的废物。废物！赵景涵说着说着笑出了声，一群士兵闯进了皇宫，畅通无阻。姐夫更是一脚踹翻了赵承安，没能耐还作妖，废物东西！这一脚怨气很深。如果不是他作妖，姐姐也不会千里回家，更不会让他独守空房这么久。大臣们被清散出去，关在一个房间里，只留下赵承安、太后、老王爷还有王婉清。王婉清看到摄政王的那一瞬间愣住，随后明白过来什么，哈哈大笑。原来是你！我明白了，是你！你故意的，你故意教我蛊术，让我给赵承安下蛊，你就是想回来报复，是不是？赵景霄，你真恶心！巫术不存在，但是蛊术存在，而赵景行怎么会的，自然是我教的。我从暗中走了出来，一步一步来到王婉清的面前，看着这场闹剧，捏着她的下巴。王婉清，你看，你还是比不过我，你永远是败的那条狗。我学蛊术是因为我的体内被下了一只蛊，所以体弱。因为找不到母蛊，父母便想着法的学点蛊术，让我制衡。而这蛊就是王婉清给我下的，因为他下过，所以遇到时他没有丝毫犹豫的就信了。赵承安这个废物东西，我早就不想要了。你不是挺喜欢的吗？我赏给你。怎么样，开心吗？我笑了，又看向怔怔望着我的赵承安。噩梦怎么样？失控怎么样？被我下药的滋味很好受吧？不然你怎么能一而再再而三的给我下药呢？有一次险些让他得逞，事后还在跟那些人开我的玩笑，甚至造谣。要不是我及时发现，指不定现在人怎么传呢。我的报复心很重。赵承安，你的好日子要来了。姐夫铁血手腕，愿意投降就留下，若不愿意，还从中挑拨的。刀刃闪过锋利的光，刚刚还骂姐夫无耻的，嘴还没合上，就如同破败的风筝无力滚落到地上。姐夫漫不经心地擦着长剑，嗓音里沁着寒意。朕也没那么有耐心，要死就自己死，少在朕的耳旁喊晦气。一瞬间，所有人尖声，大气都不敢出。姐夫手下大将喊他有事，姐夫高冷地嗯了一声，让他处理这些人，便踱步离开。实际上是姐夫跟将军的暗语，他懒得处理，直接跑路。我家成了姐夫临时办公地，一进门，大门一关，姐夫就一改高冷祥态，飞一般的速度直接扑向二姐。哎呀，夫人，我好想你！啪嗒，
坐在一旁的我看到这一幕，还没剥好的核桃掉落到了盘子里，发出清脆一声。你干什么？小妹还在这里呢。小妹，你看，二姐真的变得温柔了。之前哪一次不是指名道姓的，还小妹？哟，这话我也就只敢在心里想，说出来会挨揍。还不走？你也好意思？哦，我那尾音拖得老长，满是揶揄。给你带了荔枝，还带了俩厨子，你让他给你做好吃的去，赶紧去。一听到这个我就不磨蹭了，立马跳下小榻，还贴心的给关上了门。厨子！想到这里，我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不知节制的下场就是半夜胃疼。赵景涵一边训斥一边替我揉着肚子。贪吃鬼，早晚疼死你！赵景恒，我好想你啊。赵景恒无声地笑了，眼角泛起宠溺且温柔的笑意，轻身蹭了蹭我的鼻尖，又悄无声息地离开。赵国被顺利攻占，并入宋国，改名为北郡。赵景恒无意北王王的名号，更不想再被束缚，姐夫便派了个信得过的属下来接管。至于太后那些人，就全权交给赵景玉来处理。赵承安的双脚绑在一条绳子上，另一边系在马车上，绕城3圈，并撒纸万千，每张纸上都写满赵景航的丰功伟绩。他不是最喜欢那些沽名钓誉吗？直接撕碎。太后、老王爷则被捆在门口的栏杆上。但凡丢烂菜叶子的都会得赏金，丢的越多，赏金越多。老王妃一气之下，彻底过去。他老王爷的儿女也不肯认这个爹了。还在地下室找到了好几个棺材，里面都是美妙年纪的少女。严刑审问后，是老王爷要死后陪着一起下葬的，墓地都挖好了。表面上是和老王妃一起，实际上隔壁特意准备了个小密室，专门放这些少女的。少女死之前都受过欺辱，都是老王爷干的。赵承安真不愧是他的种，都一样的货色。赵景恒叫来了文官，在奄奄一息的赵承安面前写下他干过的那些事，15、10，让他名垂千史。陆云生，他已经无力反抗，眼神空洞，不知道在想什么，只是在文官走了后叫住了他。他想见我一面。我得知后去了，刚过去就看到他好像一滩烂泥一样趴在地牢里，看样子被折磨得不轻。那些杀手人是老王爷派去的。我做了个梦，我梦到你没有拒绝，按部就班地嫁给了我。整个陆家都是我的势力，甚至你不惜跟你姐姐决裂，偷了宋国的防御土为我所用。云生，为什么这一切变了呢？他很虚弱，声音都飘飘荡荡，不仔细听都听不清。是哪有那么多的美事儿？赵承安，不要仗着自己有几分小聪明，就把别人当傻子。如果我当时立你为后，是不是一切都会变得不一样？赵承安好像是在问我，又好像是在问他自己。这个答案我可以给他。不会，我自始至终都没有喜欢过你，甚至厌恶你。我家里人对我的宠爱，就算倾尽全家之力，也不会让我受委屈。只要我一个不字，你就娶不到我。赵承安低低地笑出了声，笑声越来越大，大到牵扯到了伤口，微微蜷缩。云生，我真羡慕你，投了个好胎。赵承安擦去了眼角的泪水，他挣扎着爬了起来，眼神里带着不甘。如果有重来一次的机会，我定会把你早早收入囊中。可惜了，这个世界没有重来一次。他笑了，一头撞向墙壁，血流了一地。隐约间还听到他说：“不可能，是不可能。”我收敛起视线，对外面的人说了下，便回家了。王婉清一家，诛九族，但凡跟王婉清关系密切，都没逃掉。那天在刑场，我特意去瞧了他，他跪在地上求我放过他，眼泪汪汪，
好一副美人落泪图。可是下一秒，美人就滚落到了地上。他那只拽着我衣角的手都没来得及松开。我慢流里的掰开，怜悯的看着他拂袖离开，同时我感觉体内的蛊消失了。我仔细感受了下，竟然真的消失了。原来魔蛊就在王婉清身上，当时她不过是被人挡枪使的废物，原来她也中了招。等事情清理的差不多后，姐夫便黏着姐姐回家嘛，该回家了。大哥额头上的青筋狂跳。爹娘互看一眼，眼睛里带着嫌弃，又抬头望天。我最不受影响，吭哧吭哧吃着荔枝，冰冰甜甜的，好吃。自从身体好了，我便开始撒了欢的玩，这儿跑跑，那儿跳跳，什么都想尝两口。若不是赵景轩拽着我，恐怕医馆的药材都要啃两口。之前忌口忌得太狠了，都是泪啊。爹娘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，毕竟这一辈子大半个时间都在这里了。最后姐夫一合计，北郡王的位置就让老爹坐了，自己家人也信任，跟之前差不多，就是附属于宋国。这北郡在我爹的管理下可谓是蒸蒸日上，有幺蛾子格杀勿论，整顿军纪。赵景汉还给出谋划策不少，没了那些糟心事儿，那群老臣们脾气都好了不少，一个个的多活了很多年。每天没事出去遛遛鸟，别提多快活了。在我19岁那年生日宴上，赵景汉来下聘了，满屋子的聘礼，甚至还布满了整条街道。我呆住了，你这么有钱？我有3个矿。我好嘛，怪不得是我小瞧他了。在成亲的当夜，我做了个梦，我梦到这一切都如赵承安说的那般进行。爹娘不同意我和赵承安在一起，我便绝食。赵承安说要防御图，我当即前往宋国，不光害死了2姐，还致对我毫无防备的姐夫重伤。爹娘气得要清理门户，但最后还是没有下得去手。大哥也为了救我，丢了半条命。一世高傲的他瘫在床上，却也没有说我半句不对。直到赵国一跃成为最大的国，赵承安在我家里挖出私通他国的罪证，诛9族，连我也死了。等我死后，好像清醒了一般，看着曾经的疯癫举动，感觉到好陌生。后来我才知道那东西是王婉清埋的，主意也是王婉清出的。我还亲眼目睹赵景勋为了给我报仇，跟赵承安同归于尽。在他们2人死了的瞬间，我脑袋一阵刺痛。等再次醒来时，又回到了小时候，一遍又一遍的循环。第2次时而清醒，这次带着记忆想做出反抗，可是每次反抗，浑身止不住的剧痛，骨子里进出的疼痛，被利箭射穿，再次循环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忍痛的能力越来越强，直到后来会短暂的失控，并且开始布置。直到一次夜劫，我发现王婉清在发疯一样对空气自言自语。我终于抓到你了。为什么他还会清醒？你干什么吃的？他不受控制，不受控制，你不会加强力度吗？我不管，我一定要坐上皇后的位置，我还要吸取陆云生的气运，他的气运是我见过最好的，我一定要占为己用。我一掌震碎了屋顶，这一世我学了武功，王婉清就是个废物，被我打得毫无还击之力。我说怎么不受控制，原来是你在搞鬼，差点忘了你了。每一次赵承安都是那个又蠢又坏之际，抽出随身携带的匕首扎进我的心脏，这次又死了，反而透露出一种尘埃落定的心脏。可是下一次我发现
我没有了限制，我可以控制自己，不会再有发癫的举动。这一世，我终于可以好好的爱我的家人了。一阵轻微的摇动，将我从回忆梦中弄醒，是赵景环。他轻轻擦去我眼角的泪水。怎么了？没事，没事，都过去了，以后便诸事顺利。